第62章答。行出拍卖场，萧炎再次在附近乱转了许久，方才在一处人流偏少处悄悄地溜进了一条巷子，手脚麻利地将大黑斗篷取下。萧炎低声抱怨道：老师，你差点让我暴露了。嘿嘿，我做的不就是你心里想的吗？古朴的漆黑戒指中响起药老那戏谑的笑声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不过萧炎心中还真有点感觉对不住父亲，2次出来拍卖丹药都间接地敲诈了自己父亲一笔，将手中的斗篷踢下水沟中，轻声嘀咕道：以后找个时间和萧家合作一下，就当是给父亲的一点补偿吧。抱着手中的药材，萧炎将之塞进怀中，然后小心谨慎地窜出了巷子，一路飞奔回萧家。由于萧战等人还未回来，所以家族也是有些显得空荡。门口的护卫在见到这位已经在萧家再次名声大振的小少爷，也是不敢有丝毫阻拦，讨好的冲之一笑后，便是任由他急匆匆地冲了进去。风风火火地冲回自己的房间，萧炎将怀中的材料犹如宝贝一般小心翼翼地捧出，轻轻地放在桌子之上。通体枯黄，5片叶子宛如黑墨一般，这就是墨叶莲，5片叶子代表着它的年份，10年成长一片。蛇藓果是一种碧绿色的圆形果子，足有半个拳头大小，将之拿在鼻下嗅嗅，能够闻到一种甜腻的酸味。这种果实只生长在5阶蛇形魔兽的巢穴之旁，颇为难得。由于蛇属阴，所以这种果实更是偏向阴寒，是炼药时用来中和烈性药材的常用药物。巨灵草和普通草叶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在草枝的顶尖部分有着淡淡的荧光，荧光越浓，代表其中所蕴含的纯净能量越雄厚。2级水属性魔核通体呈蔚蓝之色，放在桌上，淡淡的湿气将桌面清得湿透，可见其中所蕴含的水属性能量有多丰厚。目光细细地从这几种材料之上扫过，萧炎有些迫不及待地低声道：老师，材料都已经齐全了，可以炼制了吧？急什么？药材在这里又不会跑了，炼药期间不能被打扰，现在天色尚早，万一被人不小心打断，浪费材料是小，把我暴露了怎么办？戒指中药老没好气的道：等晚点再炼制。闻言，萧炎郁闷地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只得样样地将材料小心地收进墙角的柜子中，然后闷头躺在床上，等待着夜晚的降临。在萧炎躺在床上半个多小时之后，房间大门哐的一声被人粗暴地踢开，迈动着修长性感的长腿走进房间。萧玉目光在房间中环顾了一圈，然后望着那被惊醒的萧炎，冷哼道：小少爷，你吃饭还得人请呢。被突如其来的声音从迷糊间震得直接从床上坐起了身子，萧炎愣愣地望着那双臂抱着丰满的胸脯站在房间中央的萧玉，半晌后后背猛地一凉，妈的，还好没刚才就让老师炼药，这白痴女人。想起若是被打断炼药的后果，萧炎便是心颤地咽了一口唾沫，望向萧玉的目光逐渐地愤怒了起来。嘴角抽了抽，萧炎缓缓吸了一口冷气，心头的那股后怕在瞬间转化成暴怒。白痴女人，你懂不懂礼貌啊？你进门不会敲门啊？你个白痴女人，你有没教养啊？傻傻地望着第一次在自己面前露出这副气急败坏模样的萧炎，萧玉也是有些发懵。不过当听的萧炎那句骂声之后，俏脸也是铁青了起来，咬着一口银牙，迈动着那双性感的长腿，直直地对着萧炎冲了过来。小混蛋，踢了你的门你又能怎样？以后我天天踢你门。望着咬着银牙冲过来要给自己教训的萧玉，萧炎也是铁青着脸，抬起手掌骤然一握，吸掌。强横的吸力猛地自萧炎掌心中暴涌而出，那刚刚冲到床榻边的萧玉顿时前身倾斜，竟然直接被萧炎爆发而出的吸力扯上了床。在进入第9段斗之气后，萧炎吸掌所造出的吸力似乎又是强横了许多，至少以前想要吸动一个人的重量绝对不会这般容易。心头也是略微有些惊讶，吸掌吸力的大掌，不过这股惊讶立马便被愤怒所取代。萧炎身子一翻，猛地将萧玉那双性感的长腿压住，旋即屁股狠狠地坐在后者那平滑如玉的小腹之上，身体下俯，双掌快速摁住萧玉的双手。
再次被萧炎以如此一个羞人的姿势压在身下，萧玉脑袋有些发晕，片刻之后，俏脸附上一抹诱人的酡红，剧烈地挣扎了起来，咬着银牙怒骂道：“小混蛋，滚开！”双手死死地摁住萧玉的手掌，萧炎也是被他的挣扎搞得有些气喘，再次僵持了一会之后，忽然猛地让开身子，拉住萧玉的手掌一翻，顿时将他的身子翻了一个面。翻了一个身子，萧玉的玉背与那挺翘的娇臀、性感修长的长腿顿时延伸出了一个极为诱人的曲线。没有闲心看着完美的曲线，萧炎咬牙切齿，举起手掌，毫不迟疑地对着那挺翘的娇臀狠拍了下去。啪！清脆的声音带着许些暧昧，缓缓地在房间中飘荡。奶奶的，少爷让你敢不敲门就进来！